我早发现了啊！快坐，快坐，坐，快坐。站时间长了，座儿就丢了。嘿，今天来的人可是很多啊，好开心。我也是。啊，你也是啊？那就好。人心不知愁，夕阳西下水长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遍地愁。这个呀，一般来说接不上来啊，因为那不是你们常年听的那些个。所以刚才那有人似说似不说，嘀咕了一下，以后尽管大声的说，只要一说错了，我好耻笑你们。谢谢各位吧。这个说书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尤其是碰见投脾气的观众，哎，发自肺腑的高兴。太完美啊！你慢说还挣钱，真的，花点钱我都乐意啊！尤其是好多朋友，别看戴着口罩，我也认识你们啊，因为好多人经常在棚里边伴随我一块成长啊。那会儿你们还都是小姑娘、小小子呢哈，你看看你们现在一个个的样儿，这一晃在棚里边说书也说了好多年了。其实这种传播的方式还是很好的。你说在剧场里演，你比如德云社小剧场，那屋里起满坐满了，也就是300来人、300-400人，人家有消防要求不允许，那不像当年。当年你看天桥德云社那屋能坐700-800人，啊，那什么年头了是吧？现在不允许，而且也对，注意消防安全，尤其是那个100年老建筑，出点事儿了不得。大的剧场吧，您像北京什么北展呐、什么这类的，2-3千人也不是不能说，我也说过，但是你说跟那儿连着干些天，一天说3钟头，不老合适的啊。就是这个状态是最好啊。通过现在这个网络呀，各种媒体呀，能传播的远一些。您住的云南，住的贵州，怎么能跑到北京听我说书来呢？是不是？这您在家里边，甭管3000里地、5000里地哈，抱个 iPad， 打个手机，你就能指着郭德纲骂啊，这个很方便，很方便啊，很好。其实是观众的热情非常打动我。这些年来，我总结了一下，我其实就是在跟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长。因为什么呢？你要是老在家门口，天天见这6个人，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你看我们这行呢，从小走南闯北，为什么说不爱旅游？就是因为这个。打小10几岁哪儿都去，到现在，一说谁旅游去，我老觉得这怎么了？这是啊，这工作性质不一样吗？啊，当然了，你出去确实见的朋友也多，也挺可乐的。我老想就是把这些乱七八糟事儿啊、好玩的事儿都记下来啊。你包括我们周边这些位助理、工作人员，包括出门遇见各种演出方，满处这个奇闻异事，那个比说相声还好玩。我们都是通过这些个才成长成今天这个状态啊。我印象很深，有一年上山东淄博演出去，说相声去啊。落地之后，人家来接我们，哎，有一车，这郭老师您坐这车吧，于老师您坐那车吧，哎，我坐这车。我打一上车，这司机就兴奋的就不行了，开心呐，可以理解，人家跟你讲我爱听您相声啊，好，谢谢谢谢啊，这说着高兴，说着说着他把手机掏出来了啊，你猜猜谁在我车上啊？这什么？哎，郭老师，来接电话啊。接电话吧，他家里孩子啊，跟孩子说几句啊，他们拿回去就打这是我舅舅。打机场到酒店，我嗓子都快哑了。
我这一道上我接了他8个电话，啊，就到酒店他还恋恋不舍了呢啊，那意思还有好多人没来得及跟您通话。我说还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啊，这印象特别深啊。还有一回也是出演出去，住某个酒店，咱别说哪儿了吧啊，住酒店也是，我刚到房间里时间不长，酒店的电话就响了，前台，我是这个我们这儿的大堂经理，啊，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向您汇报。我说这有什么可紧急的？我也不是什么领导，这来说相声的，就得跟您面谈，情况紧急。我以为怎么了？您快来吧！啊，一打开门啊，大堂经理带着6个人，我们得跟您照相。我这不是紧急情况吗？很急啊，他们都等不了了。他怕明着跟我说不让他进来。还有一年在哈尔滨演出也是住酒店，啊，有时晚上演出呢，吃完中午饭呢，下午就躺一会儿，稍微午睡一会儿。我就记得那天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间一激灵，啊，人这个第6感觉是很灵的啊，一睁眼就床头里边站着10多个工作人员，就是酒店的工作人员啊，我都认识，都穿着制服呢。也是大堂经理带着一帮人啊，郭老师太喜欢你了，照相吧。他有钥匙，你这玩意儿受不了。所以后来我们到哪儿去都提前说，不许私自打开客人房门，知道吗？进来之前跟我说一声，你这黑更半夜谁受得了啊？哈！您各位出去不会遇见这种事情，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家常便饭。真的，这个人上100，形形色色，你走遍天下，什么事情都会有，也挺好玩的。这其实是个学习的过程啊！你包括说三国，我也是爱研究，啊，那故事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因为故事本身也是《三国演义》编的，它不是真实的历史。您别说弄本《三国演义》，弄一电视剧，您就认为是真实历史，那不是，啊，它本身也跟说书差不多。您要说看看《三国志》，看看24史啊，哎，它有的东西可能还是跟历史有关，但是那也不是准确的啊。天下哪有准确的文字啊？啊，只是说相对而言。咱们这回就是说这个三国的时候，我特别感慨，我特别就是同情一个人。整个《三国演义》，我最同情就是汉献帝。我也不知道您哪位认识汉献帝啊？京剧有一出叫《逍遥津》，前些日子麒麟剧社刚唱完，多可怜的一个皇帝，逍遥津啊，让人家给欺压成那个状态。这个汉献帝的京剧是2出，前面这出呢叫《逍遥津》，后边到他上了岁数之后还有一出啊，这出叫《寿善台》，啊，就是也叫曹丕篡位，啊，这都没什么人唱，就完整的表达了这个汉献帝所受的委屈。汉献帝这个经历其实就是告诉咱们，就不管你家里这个买卖这个企业多大，只要是外人参股特别多的话，一定会换董事长的。你想这个道理去吧，万里山河都是他的，到最后自个儿说了不算，换董事长了，啊，换的董总，就是董卓呀。董卓坏啊，而且关键他文武双全啊，这就厉害了。拿他跟汉献帝一比，汉献帝太可怜了。但是董卓这个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夜宿皇宫，无恶不作，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来了一个人要杀他，就是《三国演义》里边了不起的人物曹操，曹孟德。这个有名的章回叫做孟德献刀。你看这个道理啊，他献刀，刀得是宝刀，打王司徒王允家里拿出来的7宝刀啊，这口刀可不大，在所有的宝刀里边，按民间来说，这口刀是最短的了，但是上面镶着7种宝石。7宝刀啊，他拿这个去给董卓送去，厚厚人情。那送别的，你是送把扇子，送块醒木，这个那是这赐我还行啊，到我这不管用啊，这玩意儿有的是这个啊。
当然了，故事发展的没有这么顺利，啊，真是到那儿去啊，孟德献刀，朴一刀给董卓杀死了，那就完了，这故事就杀青了，啊，所有演员大伙儿啊，一领盒饭1000字，啊，尾款结一下，这故事就完了。他不能这样，让人董卓发现了。发现之后，那万幸，曹操的命大，啊，反应也快啊！我这不是别人杀您，献刀。董卓也是一时糊涂就信了，正好赶上有这宝马啊，赐你匹马，这回算得意了。曹上骑着马哈，咕噔呱呱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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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掉了。啊，这儿回过头来一琢磨，这不对啊，他是别人弄死我呀。要早明白一会儿，这故事也杀青了，对吧？那没有后边这些个闲班溜大队的了，那肯定就是顺理成章。哎，董卓一当皇上就拉倒了，抓吧，抓曹操吧，画影图形。那个年头也不像现在似的，有监控，有这有那个，什么都没有。什么叫大数据？他哪懂啊？啊，就画画呗，是吧？画曹操长什么样，大概的模样如何，普天下画影图形，城门口都贴满了。而且谁要是抓住了曹操，官封万户侯，并且赏黄金1000两。按这个老秤来算，黄金1000两，62斤。列位，62斤黄金，这打成戒指戴啊！10个指头都得戴满了，天天换花样，你也戴不过来呀。你别说62斤黄金，给你62斤白菜也得吃2月呀，也一大口的了，对吧？普天下要捉曹操，曹操害怕吗？能不害怕吗？你要说到后来，你想舞台上的形象，穿红蟒，戴象雕，象雕就是那黑帽子两边有刺儿，那叫象雕，也叫象杀，啊，那曹操大白脸，戴一个那胡子，我们叫黑满呢。你看那样的曹操，位极人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为什么呢？那天下都是人家呢，啊，雄兵1000万，战将多少员，有什么可怕的？不怕。但这会儿，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没有不害怕的。你别听那个，啊，老话说的对，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我小的时候，你看我父亲是警察，老警察。小的时候那会儿，我妈身体不好，我爸带着我值班去，老在派出所住着。我经常看见那就刺一身花，那就好了，脸上都刺着花呢，各式各样的哈。只要弄进来，往那一放，当时就特别踏实。你说这个玩意儿，小人之法不知恩呐，没有那个好，这真横成什么样，咱不能说没有，反正1万个人里边可能有一个。总的来说不会。这曹操很害怕，心里也想得多。你看我一时莽撞，第一，我对不起王司徒，啊，王司徒这口宝刀，人家祖传12辈的，让我给糟践了，啊，献刀，结果真献了，啊，他就留下了，他留下我得跑，对不起王允，人家以重事相托，这么大的事情拖在我的身上，我保不齐还连累人家。万一人家一查这事儿，倒来倒去倒出来，我的幕后支持者就是王允，对不起朋友。第二呢，对不起家人呢。曹操还有爸爸呢，还有一家人呢，我姥姥、我舅舅、二大爷啊，我们这怎么办呢？画影图形，天下都知道，那家里人一定会知道啊。万一逮不着我，给我舅姥爷弄起来怎么办呢？这么说比较通俗一点啊。所以是
第二是家人，第三就是我自身。本来我在这儿混得还不错，董卓对我挺好，虽然说他是个坏人，大奸臣，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啊，危害百姓，祸乱朝纲，坏事做绝，但是人家对我好啊，拿我当心腹。这回我在后边拿小刀哈，他会不会很伤心哦？哎呀，关键现如今这个状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怎么办？只有一条道，就是跑，啊，往家里跑，跑回家去，我再说下一步。但现在按路线来说，眼前这个地儿过不去，哪儿啊？中牟县。他打这个朝里边出来之后，其实在路上已经走了2、3天了，大道上不能走啊，就跟现在似的。您各位，比如谁哪位啊，偷一个自行车的铃铛盖啊，但是你跑吧，是不是？你不能上高速啊，高速有监控啊，你就得走底下，啊，走小道，过村儿，走胡同，这样你才能啊跑半年，然后找一地儿铃铛盖一卖1毛5，是吧？就说这意思呀，所以说只能如此。眼前到在中牟县，中牟县就这城门那儿，自个儿心说够呛，怎么呢？就人家那个兵跟着把守着，每一个人来都是站着，城墙上贴着画呢，啊，得跟你对一对。哎，怎么一脑袋卷毛呢？啊，过去！啊。于大爷过程啊，反正你谁打这儿过，也得跟这画像对一对，啊！曹操这会儿已经改换了衣裳了。你想啊，他打这城里跑出来的时候，那会儿是做官的呀，现在换了一身做生意的衣服，那意思我是个买卖人，啊，走到这儿了，哎，你看前面这几个哈。一个一个问得很细致，围着到他这儿了啊，过去吧。曹操开心的，这是老天爷帮助我呀！啊，往前一走，后边的兵喊前面那几个，给他捆上，他是曹操。怎么呢？跟画像一样，不用细看就是他。马肩头拢2背，拿绳子上上下下。给曹操捆上，曹操一看自己的状态，心说：是不是快到5月节了呀？给我绑得跟粽子似的，啊，拉拉扯扯，几位这是干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捆我。见太爷就知道了。我是做买卖，这儿说没用。我父亲不，哎呀，行，啊，谁听你叨叨叨的？送到县衙门。有人就赶紧往里边去回，得跟县太爷说呀。中牟县的县太爷姓陈，叫陈公，公是宫廷的宫，字公台，陈公。有的人说陈公是陈平的后代，陈平是汉朝的大政治家，帮助刘邦打了很多的胜仗，啊，但这个呢不见于正史。野史传闻也很少，我们考证了一下，我不太相信这个，因为正史上没有记载说他是陈平的后代。另外，陈平在汉朝的时候呢，虽然说足智多谋，很多胜仗是他打的，但是他自己都说我不会有后代的。为什么呢？因为陈平两军阵前用的招啊，太坏了。所以现在有一名词夸他说这人多损呢，说的就是陈平，啊，阴损歹毒坏，所以说他是汉朝的大阴谋家啊，他自己都说我干坏事干太多，我后代不会有的。所以说你要查正史的话，陈平确实到后边，
没有多少年，他的后辈儿孙也就都完了，这支就灭了。你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说陈宫是他的后代，不可信，不可信。当然，我们有的说书先生，人家愿意说陈平的后代，因为打这儿一开始先介绍陈平，最起码能介绍2钟头啊。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按照这个说了啊，我不承认啊，我不承认他是陈平的后代啊。当然，你们要愿意听，有机会我给你们讲一讲陈平，那也是挺好玩，但跟这个书没有关系。陈宫这个人挺好，确实也是文韬武略，爱国爱民，在中牟县这儿呢做县太爷，差人打外边进来了，启禀太爷，拿住了刺客曹操。您要是常听相声或者常看京剧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环节叫捉曹放曹。传统相声不有这个吗？拿住刺客曹操，哎，说的就是这儿啊。这个相声里边唯独捉放曹我没说过，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瓤子啊，他还不像黄鹤楼啊或者什么的。那天演出在后台，在北展，我跟于老师我们俩聊天啊，台上烧饼他们演这个黄鹤楼什么的，我们老哥俩后边聊，谦儿哥就说了，说你看越来越不爱演这个腿子活了。所谓腿子活，就是俩说相声，咱俩唱个戏呀，把桌子往后一搭，搭出前后台来，你扮演谁，我扮演谁，俩人一个会的，一个不会的啊，这种节目叫腿子活啊。说这个越来越不爱演这个腿子活了。我说那当然，因为腿子活本身是小孩活，你可记住了啊，说相声的小孩儿，哎，报菜名啊，拔扇屏已经会了，接着再往下推进，哎，可以了，上腿子吧，啊，什么汾河湾啦、黄鹤楼啊，哎，是锻炼他们的表演。但是真上了岁数了哈，除非有的时候有个展示或者有什么机会，你比如什么马老祖马三立先生，哎，安排一场黄鹤楼让你们看看大家是怎么演绎的，啊，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剩下一般来说，就到一定岁数的吧，或者有的人家到一定程度的演员不爱动这个，啊，小孩们折腾还好一点，啊，这个几个腿子活里边呢，黄鹤楼还是不错的作品，其次呢，汾河湾，啊，但是再往下剩下的，不管是乌龙院呐，什么捉放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没有瓤子，所谓没有瓤子就是没东西，愣来，这就不好玩了就啊。今天差人进来一禀报说拿住了刺客曹操，陈宫一愣啊，说万没想到在中牟县拿住了他。按当时的说法，管曹操就已经称呼为国贼。为什么呢？汉献帝只是一个符号，天下是董太师的，你要刺杀董太师，你这个罪过还小吗？所以说到处聊天都是拿住了国贼。从这个角度出发，曹操也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啊。说拿住了，哦，没想到说在中牟县拿住了，哎呀，为此人朝廷说了要出黄金千两，而且能够官封万户侯，哈哈，吩咐下去帮点升堂。差人们出来准备好了，两边排班肃立。中牟县陈宫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带人犯。”说带人犯，由打底下就把曹操推上来了。来到堂这儿，立而不跪啊！陈公台瞧了瞧他，点了点头，心说呀，是个汉子。怎么呢？在这个堂上啊，他是有威的。为什么说过去？您看电视剧吧，你看电影，犯人一上来，你看这堂上，哎呦，还拿这个手里那水火棍啊？为什么呀？第一是给老爷助威，第二就是吓唬人犯。一到这个环境，你就害怕了。老爷审案子要跟火锅成，那成不了了，对吧？来火锅4盘羊肉啊，老爷坐这儿，你坐那儿，哎，来，我敬你杯，我伸着点儿。到底人是不是你杀的呀？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最后得把老爷抓起来呀。环境很重要啊！一上堂来，老爷坐好了，
堂上没有聊天的啊，聊闲天啊，胡说八道都没有。哎，老爷正襟危坐，两旁边差人如狼似虎。就这个环境下，你心里就得突突一下。哎，但是今天你看，曹操站在这儿，面如止水。这个水啊，拿风一吹啊，它会动，但今天这个水瓶都没动，定止、停止的水。说心里边啊，叮了咣啷那是他的事儿，但最起码脸上让你看着我没有害怕，这就不容易啊。陈宫点点头，心说这个人有点意思。姓什么叫什么呀？跟大人您回。小人复姓黄埔，单字名松，我叫黄埔松啊，别了个瞎话，黄埔松。老大人乐了，很欣赏他这种啊说瞎话不眨眼的状态。叫什么？跟大人您回，我叫黄埔松。叫什么？曹操心说：“大人耳朵不好是怎么着？”小人黄埔松。好，作何生理呀？我是个买卖人。好你胆大的曹操！说出来了。你甭弄那个，你管你黄埔松、黄埔草的是吧？我认识你，你就是曹操啊！大人，此言何意呀？说你说的是什么呀？你说错了，你认错人了吧？这意思啊？慌吗？慌，那能不慌吗？对不对？慌也得忍着啊！大人这什么意思呢？陈宫差点露出声来啊！想当初我在洛阳求官的时候，我见过你。过去那官儿他也得满处去啊，拜见上司啊，或者怎样的，我见过你啊！你看看你这一张面皮，与画图之上一般无二。第一，我见过你。第二，天下那个贴那个传单，你跟那一模一样，啊，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吗？大人，你错认了，还矫情呢，啊，你错认了，来呀，定肘收剑，什么意思啊？这儿跟你再说没有意义，把他先关起来吧。大事儿，差人们过来，来，这边2块来。把他就带下去了，先搁在监中呗。啊，来到这儿了。像这种案子，他不可能跟那些人压在一起，偷自行车的、偷烟袋的、偷 BB 机的啊，打群架的啊，吐痰吐人脸上的那个，那你们大伙在一个屋。他这个不一样，他是政治犯呢，他哪能跟他们在一块儿？而且这是国家要犯啊，自己单独有一个屋。把牢门打开了，进去，进来了。有一小窗户，能看见外边的月色，但那窗户不大，不能让犯人从这能钻出去，这不行。跟咱家里那落地大飘窗似的不行。好，那大窗户是吧？你这锁上，他到那边出去了啊。小窗户，自个儿坐在这儿啊。就打这窗户往外看。看着月亮，一抖了手，完了，可不完了呗。说不是没承认，没承认管什么用啊？不是说你不承认这事就了了呀，对不对呀？怎么办？没有办法。对不起王允，往大了说，对不起天下苍生。我当时如果动作再快一些啊，一刀下去，天下太平了。这回他给我一刀，也天下太平了。对不起他，也对不起我父亲，
我父亲为了我投入多大精力，花了多少钱呢？现如今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么样了，有没有受我的连累。哎呀，我的下场会是如何呢？想到这儿，机灵灵打一个冷战，心里不是滋味。怎么呢？他在朝里做官，他当然知道了，我的下场最好也就是落一个斩首，这是最好了。斩啊，左边一个车，右边一个金啊。最早的时候，这个斩首啊，这个斩呐，其实是打腰那儿切啊。那后来是把脑袋剁下来，都已经是高科技了啊。最早的时候就是打腰那儿，等剁开了，其实很痛苦啊。你反应慢的半天才看见，那就很苦恼啊，很苦恼。为什么说这边是个金呢？您就知道当年砍人的时候是用斧子，斧子那个底下那字是个金啊，所以说咱们这斩是这一个车一个金啊，人趴好了，咔嚓来一下子。哎呀，看来我曹孟德难逃一死啊！想我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这一次也不错。为国为民，我是万古长青了，也不知道后世提到我的时候会怎么说。叭，坐在这儿一闭眼就等死。就这会儿功夫，哗楞楞楞，这牢门开了，一帮差人呼啦就进来了。曹操，给你道喜。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有。这个玩意儿啊，谁抢前面是谁的。这多开心是吧？你看这个了吗？天缘有份。你看有的时候这摔在后头，天缘有份，这搁前面啊，哎，画中游。还有一种就是天有份画中游之后再摔，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如果这个摔在画里头，天缘有份，啪，画中游，说明这个说书的是山海关以里。天缘有份画中游，东北的。东三省摔在外头，就是出了山海关，就关外头是这样。哎，天缘有份画中有啊。不能再来一个，来人笑话。这现在已经好多规矩，按说这个啪啪啪摔着好几下，这就已经犯规了，不许，哪能那样去啊？别看一块小小的木头，说法很多。你看，包括举起来，哎，这拿起来不许过5寸。你记住了，不许过5寸，5寸也就这意思呗，对吧？只能这样。您什么时候瞧这说书的？看着顺脊梁沟冒冷汗，这外行的令人发指。包括那个有些个台上，哎，这正说着呢，外边啪啪啪有人敲门，有人就拿这个啪啪啪3下，不允许。拿嘴学，啪啪啪敲门说，这个啪啪啪。它不是道具，它不是让你做口技用的，它不是啊。当然了，这个我就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你看人家比如来俩说书的，人家能告诉你，我们就得如何如何，怎样怎样，那咱也不能说别，万一他打我怎么办呢？是不是？规矩是在的，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那是你的事儿。但是你遵守不遵守，规矩它也在。天下的事儿就是这么简单啊。我老说，我就是个废物，说书唱戏，说相声，别的什么都不会。
一沾这3件可开心了，我可逞了能了啊！来别的不感兴趣，也来不了。你当个数学家，我这真不行。我老出国，之前那个疫情前那会儿演出就出国，哪儿都去了。每次一出国，我就说我要学说外国话，好跟人沟通。这么些年来还停留在哈喽上了，还会个拜拜。你怎么弄呢？因为一出去这有时候感觉哎呀不会，你问个东西这怎么回事说不明白。但是一上国外去，有时候人主办方给你安排了来俩翻译，再有俩那个义工，当地的上学的孩子们啊，人家跟着你不用我说话。每次都是一回来我要学说外国话。不学吧，就那样吧让他们都学中国话，以后跟我交流方便啊。那个最近净唱戏了，挺开心啊。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唱戏啊？我要批评你们啊！支持国粹，支持京剧，不要看郭德纲唱戏，你得看着那么多名家大家，你别净看我啊！我前些日唱戏还挺热闹我在邯郸唱戏，有一天，好家伙啊！因为什么在邯郸唱场戏呢？它是有原因的不是有人说赞助啊。这什么话？这叫也不能说不对。我做了一个广告代言，人这厂家在河北大名，在大名，哎，人这厂子人都在那儿，按照合同规定的，我得上人厂子去一趟，到人公司溜达一圈，这是合同要求的。但是呢，我要是坐动车去呢，2-3个小时坐车能到，但从我们家到动车站呢，也得2-3个小时，就得6个小时。要开车去呢，就得5个小时。可关键从那儿完事之后呢，我还要去趟天津，所以我们大伙儿算这时间，算来算去说还是开车去吧。但是当天的事要当天开车去，我这早晨天亮我就得走，开车也受不了啊。完事还得就往天津赶。后来他们说您呐头天来，头天到不就得了吗？头天到呢，住的邯郸，因为邯郸离着大名1个小时，他们说那儿还好一点啊，方方面面。其实大名也挺好，我去了知道，好家伙，哎，酒店呐、食宿都不错。然后就有那个热心肠的，来都来了，邯郸唱场戏吧。你看他跟我说别的哈，来都来了，来场足球赛吧啊！我得跟他说，你该干嘛干嘛去吧，是吧？他一这个玩意儿，人都有上当的地方。任何事情只要能够迷惑你，他就一定有打动你的地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他说那儿有什么这个，哎，农具展览，我准不去啊。说有牲口市，那于老师准去，你可不就是呗？他们说这您唱场戏呀，这一棒子给我打中了，我可开心了哦。这么着，人就给安排说唱场戏，在邯郸找了剧场，一开票呢，噌楞一下子就都卖完了，一切都很顺利。我做代言这场子，人家是做面粉的，人家也挺捧，都到家门口了。郭老师唱戏，我们也得支持支持吧。人家出了一盒一盒的挂面。只要是来看戏的啊，完事临走，一人领一盒挂面。他们一拿大卡车拉挂面的，我心说坏了，这得给自媒体找多大事儿。果不其然，唱完了我看就出来了，郭德纲唱戏送挂面。我现在我倒是什么都不爱生气，因为好多事儿都是我想的前面，你们干的后头的。啊，得了。谁有错？谁也没错，谁也没错。你说人家这么捧我，啊，白白的还搭2车挂面，我能说人家不对吗？人家好意啊，哥们儿交情嘛。人观众花钱捧我了，有错吗？没错。拿一挂面走，人也没错，哪儿都没错。自媒体也没错，自媒体是个工作。你看，你只要一看，哎呦，郭德纲卖不出票去，必须送挂面。你一看这，你觉得呵这个。第一种你是看完之后觉得可乐，我得点开看看。第二种你看完生气，
第三种这个你就点看吧，对不对？那这么说谁错？那就是我错了呗。谁让你会唱戏的呢？是不是？谁让你有这个瘾的呢？我老说这话，谁都不容易啊。走一对联啊，他哪怕他骂我一句，我也得想，他准是心里不痛快，不定因为什么。得了，不重要啊。人得这么想，要不然天天较劲，那还活得了是吧？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啊。哎，你们这就不对了，以后别吃我挂面。我发现天热了，是吧？你看你们穿那个小裙子啊，什么大背心啊，半拉膀子那个啊，你们还行啊。我穿着比你们厚，我这貂皮大褂。你看看啊，棚里也热，棚里一会儿把卖冰棍车给我推过来了。闲话少说，干点正事儿，要不然这期时间又到了。这个制作单位也找我，您闲班是不是多了一点啊？我说怎么了啊？没事。那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就这么强大。我说你说对不对？哎，我说听我的啊，等你的说你说我不听。每一句闲板都是有用的啊！我跟你讲三国的故事，那不成诈骗犯了吗？谁不知道三国的故事？听三国为了什么？为了听闲板，为了听三国以外的东西。这是说书的技巧。三国这玩意儿他哪有扣子呀？对不对呀？曹操跟吴正坐着，夸门一开，进来4个恐龙，那你们应该报警去，你知道吗？曹孟德确实在屋里坐着了，门确实也开了，进来人说了一句话：“给您道喜。”把曹操差点笑死。怎么呢？监狱里边不能说道喜呀，说道喜是给您蹬出去，插不拉插呀，对不对？你这道喜它分场合，你谁家结婚呢？你去给您道喜，他准高兴。监狱里边不行啊，曹操跟这正琢磨着呢。估计我得死啊，我得斩了。一算算这个月份啊，好家伙，现在要杀我正合适。为什么呀？秋天。为什么过去杀头叫秋决呢？啊，不是求决啊。您说求决是文玩，海象牙染成绿色儿，那叫求决啊。秋决，秋天处决。没有说夏天杀人的，春天杀人不允许，法律上规定就是秋天。天凉了，树叶也掉下来了，一片肃杀之气。这会儿朝廷要杀人了，您记住了，死刑犯那会儿啊都是秋天杀。有一种叫削手，削手是切完之后把这脑袋挂在杆上面。枭首示众嘛，让大伙儿瞧瞧，你看了吗？偷自行车了，看见吗？偷自行车那么大罪过呢啊！这偷自行车还杀了6个人呢啊！枭首，还有的是弃市，丢弃的弃，市场的市，把这人弄死之后丢弃在市场。其实所谓的市场就是繁华所在，大伙儿看看，你们要学好啊，这叫弃市。啊，这个东西要说起来就太复杂。我专门曾经在其他的书里边，我介绍过这个过去杀头了，还有这个剐啊。北京城杀在西，剐在东。这要是单独说这个，我得说3钟头，咱们不说这么细致了吧？啊，反正那个年头啊，这个斩首是一个挺厉害的刑罚。当然，这些还是普通的地方官，你要真到了皇上监斩，那就了不得了。你看那个咱们资料记载，万历年间拿住了好多倭寇，就那个日本鬼子那个倭寇啊，逮着之后，然后龙楼献俘，这叫龙楼，皇上跟那儿坐着，皇上那是龙楼啊，皇上坐好了，文武群臣站好了，大将军带着人把那战俘拉进来，跪在楼根那儿，大将军跪在这儿，这儿一说，拿着多少俘虏，他们怎么坏，现如今啊。
何该视曹问行，请旨。就等皇上一句话啊，他是有仪式的。万历皇帝坐那儿，万历皇帝您知道身体也不好，皇上就听底说完之后，很轻的声音啊，拿去，就这俩字儿，因为底下那官等着了，说这个是杀是剐，我们这儿请旨。等皇上发落，皇上坐着就俩字儿，拿去。声音很低啊，那离着好几里地听不见，根本就啊。旁边这儿站俩大太监，俩人一块重复这个拿去。再往那儿有4个小太监，拿去。你就记住，打这开始，4个、6个、8个、12个、16个、32个，一层一层往外推，声音越喊越大，一直到龙楼底下360个武士，大伙儿一块拿去。就算是日本鬼子，他听不懂，他也知道不是好事儿，对吧？所以这过去这皇上要杀人的时候，这是特殊情况啊。咱们今天不介绍这么细致啊。曹操坐这儿正琢磨这事儿了，我会不会被拿去啊？合着刚曹操听我说书来着啊。哗啦啦门一开啊，差人们进来了，如狼似虎啊。曹操、孟德，给你刀袭啊！曹操一愣啊，心说不挨着呀，哪能是这么快就杀我呀？像我这种事儿得问好几遍，最起码最后我得承认了，我得写下来，我得签字画押呀，对不对？然后这个消息报到朝里去，董卓说是就地问斩，还是说把我递解进京？一种就是这人别弄死，拿个车把他拉来，我得看看，看看之后同着我把他弄死，好解恨。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怕夜长梦多，万一道上让什么偷自行车的把他抢走呢，是吧？老有这偷自行车的，别出事儿，你就该在哪儿，你们就把它切了吧，切碎了脑袋拿来就行了。两种，但这两种都不挨着呀，啊，怎么这就要杀了我呢？啊，这一抬头一看，迎面说话这个差人的头目，看什么看？啊，给你道喜，好事知道吗？大人约你2堂回话。曹操这心里就撂下这儿来了，怎么呢？2堂回话。2堂过去来说，有的时候也说是花厅。大堂嘛，您各位看电影、电视剧、唱京剧，大堂审案，但有的案件不适合在大堂上问。你比如说风化案件，涉及到女方的尊严的问题。同着大堂审案的时候，是老百姓可以围观呐。你甭管哪个县，咱就拿中牟县来说，中牟县大堂，比如白天咱们这一审案了，老百姓进来是可以的。而且最难的是当地的一些个士绅，有钱人，当地上流社会，当铺王掌柜的，家里这出过状元的李大爷，就类似这个人，他是可以上堂来站2人旁听。他觉得官问的有问题，他能制止你。你刚才那句话不对啊！你这如何怎样？他是可以的。所以说很多案子不能在大堂，那怎么办呢？2堂，或者就是花厅，如果一到这儿来，第一说明不公开审理，第二说明很多事情是有转机的。给老爷行贿，买通师爷在这里边把这事儿怎么弄一下，都是在2堂，花点钱买大老爷把这官司改一下。把钱给师爷，师爷跟老爷说完之后，2堂见个面吧，双方得聊一聊这事儿咱怎么处理啊？一般都在那儿，也就是说，在2堂审的案子，基本来说不能见明面，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是好事审曹操没在大堂，能在2堂审，可他不明白为什么刚才这个人进门就说道喜呢？这是今天刚上班的，他是个外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觉得这是好事儿你在2堂也不用打他了，也不用什么，这是好事儿道喜我估计他原来可能在村里负责婚丧嫁娶干大了的那个，带着曹操打这儿就出来了转来转去，来在了中牟县的2堂。这儿一开门，把人带进来，
陈宫在那儿坐着，这有一桌子，桌子上放着茶盘子，沏的茶，茶杯都有，大人跟这坐着，啊，就在旁边这儿有一凳子。好比说我这个位置是陈宫，我这儿有一桌子，就在这儿，啊，有这么一凳子，不是在这边，这边叫大边儿，这边是上垂手，这边是下垂手，啊，您记住了，左青龙右白虎，俩人身份谁在这边，这就身份就高了，啊，在这边身份低，这儿摆一凳子，把人带进来了，啊。曹操进来之后，先看看这屋里边，没有别人，就那儿坐着那官儿，啊，往前走了2步，看，他到中牟县就没下过跪。你记住这一点啊，他跟舞台上不一样，他跟唱戏不一样，啊，他没下过跪。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打动的陈宫。一上来往那儿一跪啊，一行鼻涕2行泪，我错了，饶了我吧！上有80老母，下有不会走道的孩子，以后我好好的呀，您饶了我吧！不会看得起你，也就不会有放曹这么一说了。就是因为你这种独特的性格，才打动了对方。站在这儿不卑不亢，你太狂傲也不行。你终归你是犯人，你来了撇着大嘴的啊！大人过去给你嘴巴，你也得认着啊。那站着几个差人，陈宫挥挥手，那意思你们下去。几个差人就出去了，在外边把门还给带上，啊。陈宫看看他，孟德大人，说怎么不解释呢？有意思吗？对吧？都到这会儿了，我不是啊，一点劲都没有啊！大人，坐下叙话，这是不可能的呀！按说呀，你现在是国贼呀，你现在从董卓的角度出发，你是大汉朝的贼人呐，国贼呀，普天下都得逮你啊！人家跟你这么客气，坐，这赶紧抱拳作揖，这是最基本的礼数了。人家跟你那么客气，你不能不懂事儿啊。坐，这儿坐下了，就从这一坐就感觉得出来，曹操是个奸雄。怎么呢？按规矩说，你慢说你是罪犯，你就算不是罪犯，就这种状态下你坐，你也应该坐着椅子这一半儿。站在这边上，欠着身子，这是尊敬对方啊！你看我在家，我跟我爸爸，我爸爸坐那儿，我就坐这儿。您吃了吗？啊，怎样怎样？这是规矩。曹操今天没有，怎么着？曹操是正经的，大摇大摆坐好了。他这凳子没有后背儿，今天曹操这个啊。但是也得摆出来，如果有后背儿，还能这样？那么说是曹操不懂礼貌吗？不是，他是故意的，故意的啊！气势上我不能输给你，得让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不卑不亢，坐在这儿。陈宫看看他。孟德呀，董太师待你不薄呀，因何前去谋刺？这句话说到家了，你为什么？那董太师对你很好，拿你当亲信，事实上也是如此。咱们现在说，那就是董太师极力培养的心腹，真拿你当自己人，你怎么能要杀人家呢？陈宫说：“这我不明白，啊，你得告诉我为什么，怎么回事。”
曹操这状态要不说一代奸雄呢。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话说的挺不礼貌啊。谁是燕雀？对吗？人家跟你好好聊天，你给人来这么一句，这不是说片汤话吗？对吧？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是大鹏金翅鸟啊！民间传说大鹏鸟这翅膀60年扇一下，扇这一下是108000里。你是麻雀，你就这么点儿，你那翅膀玩命扇，扇半个月都没出这胡同。这么说听得懂是吧？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话说完了，屋里就安静下来了。啊，这你要是按照早年间香港电影呢，那个无厘头的喜剧呢，陈宫就得蹦起来给他一大嘴巴。哪有这么不会说话的呀？啊，哎，但是没有啊。陈宫看看他还是很欣赏的状态。此时此刻，这个身份、这个状态还敢这么说，此其人必不凡矣。首先说，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不怕死，他才敢说这个话。哦，哈哈哈哈哈！孟德公，各位，孟德公，这是个尊称啊，是吧？阿草，对吧？这就完了，就插着了啊，插着。孟德公，啊，可能你也不认识我，我姓陈，我叫陈宫，字公台。哦，曹操愣了一下，怎么呢？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未必认识，但得知道啊，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跑到山边上去了啊，山旮旯上有几个人，哎，这一说，你干嘛的？你们几个人？我们几个说相声的。哦，你认识郭德纲吗？啊，不认识，你准不是说相声的，对不对啊？就这么简单的，好歹哦，就知道有这么一人，怎样怎样，他得知道。所以说他在中牟县，你是在京城，离得也不远啊。跟前说谁是哪儿的县长啊，谁是哪儿的什么官儿，这都得知道啊。赶紧啊，又站起来了啊！久仰公台兄大名，待我从见一礼。久仰公台兄大名，人家叫你孟德公，你也得尊称一个公台兄，礼数嘛，我从见一礼。刚才进门那是让座，咱们客气客气，你是官，我是犯人，现如今咱们盘上道了啊，咱们再客气客气啊，得嘞，是这意思。说三国累就累在这儿，那我要说个武侠的哈，俩人咵一抻出宝剑来，飞到山顶上打去吧。但这个不行，这个每一个小节骨眼都得给人掰扯清楚了，啊，这就是所说的说故事之外的事情。你要不然没什么可说的。曹操逃到中牟县，陈宫看见了，然后把他放了，完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对吧？二次入座。曹操开始了演讲的模式了，啊，得给你讲我为什么要杀他。西凉刺史董卓自进得京来，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哎呀，所干的坏事儿罄竹难书，嘡嘡嘡嘡嘡嘡，就把我之前这几回书全讲了一遍。他可能是偷看我的文本了。要不然陈宫能那么爱听吗？啊，说吧，都说完了。陈宫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孟德公意欲何为？然后呢，对吧？祸也惹了，然后你打算怎么样呢？曹操这个态度很坚决，我要回我的原郡家乡。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要歼灭董泽。
这儿只要不杀我，回老家把钱拿出来，哎，我这带着人，我要造反，我要打董卓，我要为大汉江山干点什么。说完了，看着陈宫，刚才所说的这些话，其实呢，曹操是有意识的，他并没有指着说陈宫你帮助我，如果能打动你，你不把我送到京里去，我就成功了。他可万没想到，说完之后，陈宫先把头低下来，大概有这么1分多钟，就这屋里边气氛很凝固。从曹操来说，不知道结果如何呀，很有可能你说完之后，人家这一抬头，来人捆上他杀了，这都很正常啊，因为你现在值黄金62斤半，对吧？你还值一个万户侯啊，人家做官熬的是往上走啊，他就算把你放了，他这官也做不了了。所以说，人家心里边也得来来回回的做这个斗争，到最后一抬头，好，既然如此，孟德公，我情愿挂印随你而去。交朋友交陈宫啊，我愿意挂印，我不干了。你看我现在啊，这中牟县的县太爷，离着京城很近。你要说他在贵州山里边当一县官，往上熬不容易。京城边上的官啊，有点成绩就能涨，对吧？也就是说前途很美好。我愿意把它放弃，你的人格魅力，你所说的一切政治理念打动了我，我愿随你而去。不得不说，曹操是个大政治家，身处险地还能把对方说服，这是个高人。话说到这份了，这个地方就一刻不能再留。这是人犯，国家的人犯。陈公台站起身来，两个人一躬到地，再客气没有意义了，多说无益。哎呀，这太棒了，给您添麻烦了，咱们以后一块儿咱就好，咱天天啊，咱喝酒撸串去，咱就在这。此时此刻再说什么都是废话，当务之急就是一个字儿：跑。俩人一块儿跑，你把他放了，你在这儿就是等死。赶紧收拾东西。东西归置完了之后，两个人换上了青衣小帽，不能再穿官服了，容易发现。身上背着一口剑，一人一骑马，由打这儿出来，趁着茫茫夜色，直奔东南方向。往外一走，曹操是很开心呐，太棒！第一，我活命了；第二，我还拉拢了一个合作伙伴，啊，很高兴。陈宫呢，这个心里边七上八下，冲动是冲动，那还不冲动吗？对吧？他这个冲动简直就是魔鬼的舅舅了，那不是一般的魔鬼了啊！前途未卜。自己其实抛弃了大好的前程。你要说后来董卓死了，天下分3分，再如何如何，那是另一回事。你就说此时此刻，你陈宫你犯的罪比曹操还大，你是在职的官员呐，放走国家要犯，抛弃美好的前程啊，那怎么办？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了，走吧。两个人趁着夜色，骑着马当当当当往前就走，就这一趟就出去得有2天左右。大路不敢走啊，全是走小道。走着走着，曹操勒住马，他是仰天长啸。